6代机、高超音速武器，这些都是肌肉。美国人认为，未来战胜中国靠神经系统会更有效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对咱们很多朋友来讲啊，美国跟中国搞这个军备竞赛，关键是什么？什么 B-21呀、6代机呀、F-35升到 Block 4啊、高超音速武器啊。当然，高超音速武器是咱们领先啊，目前就是美国人应该是靠这些武器来战胜中国，因为这些东西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好理解。但是呢，美国福布斯那个网站军事专家指出来了，说美国现在正在发展的全领域联合指挥与控制这个概念，就是全域战争的概念，才是美国对中国军备竞赛、军备竞争的关键因素。那么这个概念呢，缩写叫做 JADC2， 它就是把过去美国的叫做多域作战再扩展变成了全域作战，就是把美国的陆海空天网络5个战争领域进行重新的整合，实现一个协同。还包括了你比如说米利他们提出的全球部队管理、全球火力、全球规划、全球低烈度行动，就是灰色行动嘛，就是全球兵力一起集中行动，把某个势力吓回去再说，争取能不打就不打。还有全球信息与表述一体化，大家统一言论、统一说法，能够一起震慑对手。还有全球威慑一体化，要通过一个联合参谋部协调，在空军主导之下，通过实现传感器、通讯、数据融合，确保各个领域平台能够共享信息，这样能够让美军任何时候都做出最有效、最致命的行动。按照咱们的话讲啊，美国是打算打破自己跟盟国之间的界限，打破军种的界限，打破空间的界限，集中力量办大事。要实现这个目标，靠什么？靠卫星啊、网络通讯啊、高速数据链呐，而且这些必须是军用的、加密的、抗干扰的。其实那个算革命吗？按说也不算革命。1991年到2003年，我们一直在研究美军嘛，我们就看到了美军一系列作战行动中就不断的发展信息化作战能力。其实呢，总体上也是这个意思，只不过发展的程度到不了今天这个水平。1991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海湾战争，各种精确制导武器，什么战斧啊，什么斯拉姆啊，什么这个激光制导炸弹呢，都有。但那个时候信息化谈不上，美军要往军舰上传送一个数据，怎么传呢？网络没有啊，就得靠直升机带着人把那3.5英寸软盘送到军舰上去。3.5寸软盘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，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都没见过。那个时候要规划一个战斧导弹的发射行动，得好几天。我起码得知道这个目标在哪个位置，经过几天弹道测算，到这个路线选择，导弹才能发射。为什么我们说曾经出现过美军拿战斧导弹去打这个沙漠里的帐篷？就是因为当时的反应太慢了。那个帐篷过去是本拉登待的地方，结果你完成任务规划之后，导弹飞过去了，人已经走了。现在战斧导弹它的规划任务时间都不到1小时了，甚至可以允许什么？先按照大致方向先发射导弹，然后飞行过程中通过数据链把目标的这个新的数据啊信息传递过来，让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可以随时更新目标信息。包括前几天美国刚刚击沉一艘佩里级护卫舰退役的嘛，看点是什么？看点就是美国在试验如何在战场上快速发现目标，然后利用网络去分发目标数据，然后通过全域作战体系协调所有火力单元共同打击。所以这个分发、这个协调才是整个演习里边最核心的部分。未来美国针对中国的分布式杀伤链也好，马赛克战也好，都是建立在信息化作战的进一步发展基础上。这种作战样式中国就必须了解，了解之后要看到它的弱点。所以呢，现在美国也担心他们搞这个网络中心战，到现在搞这个全域作战也好，通讯会暴露位置会遭受打击。当然不管美国怎么担心，其实中国早晚也要走到全域作战这条路上，因为美国人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路，这是整合兵力火力在整个空间范围之内的最好办法。中国呢以前也不是没干过，很早以前也尝试过部队信息化建设问题，只不过一开始没想到多域或者全域，大伙儿是各自为战，各自搞科研，结果一个单位内部呢好像是解决了信息化问题，但是不同部队之间、不同兵种之间、不同军种之间你就没法衔接了，缺了一个顶层设计。就好像一个企业搞一个 OA 系统嘛，自动化办公系统，如果各个办公室之间都搞自己的东西，相互之间无法连通，文件格式互不相认，这个办公系统就没法用。当然要搞一个顶层设计，实现中国式的全域作战难吗？也不难，只要方向明确了就行。
中国现在搞这些个远程精确制导武器，也必须通过全域作战，实时分享战场数据，进行跨兵种的联合作战，才能让我们的导弹打得及时、打得准。我们中国在信息化、人工智能方面这个产业发展了这么多年，效果怎么样？大伙儿都清楚，大家生活上的影响也很明显了，交通、防疫各个领域，目前体会都很深。所以呢，按照常态来讲，美国提供思路，中国负责实现，在全域作战方面，照样还是有可能。好，美国人所倡导的全域作战，在中国能不能实现？我们能不能够领先一步？今天呢，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